我本是现代超级兵王，却意外重生回到了宝藏满地的1965年。这个不经枪不经猎的年代，傻狍子大灰兔满山跑，礁石海岸上的大螃蟹更是肥得流油。然而守着如此丰富的山海资源，村民却天天饿得前胸贴后背。为了改变端着金饭碗要饭的现状，我决定扛上猎枪进林子讨生活。再次醒来时，我竟回到王林带着孩子进山捡柴的这一天。推开门，大地已被积雪覆盖，我发疯向北山奔去，很快消失在茫茫的风雪中。只因前世的惊天，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让没有进山经验的王林迷路了。当村里人找到他们时，已是第二天中午，一大一小紧紧地抱在一起，蜷缩在北山的一个雪坑中早已嘎去。如今再活一次，我绝不会让悲剧重现。苍穹之上狂风怒吼，大雪纷飞遮挡住了王林的视线。站在满是冰冷风雪的世界里，王林忍不住的颤抖害怕，他彻底迷失了方向。当我找到妻女时，王林的脸庞已被寒风吹得通红，呼出的白气也会在瞬间凝结成霜。刚满3岁的兜兜在他怀里瑟瑟发抖着，冷，兜兜冷。兜兜一语努力向妈妈怀里蜷缩，希望寻求到一丝温暖，可无情的寒风却让他无处躲藏。妈妈在，都不怕，不怕。我拼命地跑了过来，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，全身都忍不住颤抖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一个劲的道歉，听着妻女的哭声，我眼泪止不住流下。这不是梦，一切都是真的。我已经确认自己是真的重生回来了。脱下外套，我将兜兜包裹起来，抱在怀里。玲玲，这里冷，我带你们回家。王林回头看看地上的一捆柴，这是他好不容易捡到的。大雪覆盖，想找点柴很难很难。我快速将柴背在身上，擦了擦眼泪。走，我们回家。王林用力的点点头。华成，我迷路了。王林低声抽泣。放心，有我呢。我铿锵有力的说道。上一世的今天，我失去妻女，颓废了很久，便去当了兵，还被选拔为特种兵，更是做了23年的特种兵教官。野外生存如毛饮血不在话下，雪地难行，每走一步都传来咔咔的积雪声。我突然停下，并拉了下王林。怎么了？王林停下，四处张望。抱一下兜兜。我小心翼翼地把兜兜递给王林，轻轻地扔下背后的柴，低声道：兜兜口袋里有石子，取出来给我。兜兜喜欢玩小石头。王林在兜兜身上摸索了一下，还真摸出3个黑乎乎的石头。我们也许有肉吃了。我抹擦了一下手中的石头，活动一下手腕，希望自己的暗器手法没有生疏。不远处，一只5颜6色的雉鸡正站在满是积雪的树枝上，咕咕叫着，呼唤着因为暴风雪而飞散的伴侣。暴风雪也让它失去了机警，石子夹杂的尖锐呼啸声瞬息而至。察觉到危险的雉鸡当即逃离，不过晚了。看着几根飞舞的羽毛与掉下的雉鸡，王林高兴道：要卖掉吗？能卖1元钱吧，卖了钱都可以去买2袋炭了。不卖，回家炖了给你和兜兜补营养。我摇头道：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一场暴风雪持续接近2天2夜，下到最后连门都打不开。我该想想怎么去赚钱了。如今归来，我不光要弥补上一世的遗憾，更是要全家人过上好日子。只是这个年代赚钱真的是太难。大雪封山，最近有狼群出现，村里几个老猎户都不敢进山。我当前就算是有几10年特种兵经验，进山打猎也是非常危险的。最主要的是我现在没有枪，山里的老胡倒是一个选择，但现在早已被积雪覆盖，想捕鱼钓鱼最近几日是不可能。我想到了海边的礁石群，虽然进不了海，但礁石群中有蟹。当前11月正是小蟹最肥的季节，而这只雉鸡的内脏正好做蟹饵。回到家收拾好雉鸡，便迅速起锅烧油。王林发现自己的男人和以前不一样了，破天荒的做饭了。他抱着兜兜坐在炕上，悄悄地看着翻着铁锅的我。兜兜躲在王林怀里，不断吞咽着口水，时不时擦擦嘴角。浓郁的鸡肉香气已经覆盖了整个房间，小丫头的肚子也在咕咕叫。小鸡炖蘑菇，铁锅边缘贴了3个小巧的玉米饼。家里也没什么粮了，我再看看家里的柴火和少得可怜的煤炭，很想抽自己一耳光。家里最后买柴的钱也让陈彪抢去买了酒。我知道家里得有炭，不然这寒冬腊月不烧炕会冻死人的。我记得大队里是能借炭的，只是需要第2年用工分去还。王林低下了头，他去借了4次，每一次都遭受冷言冷语，都说他男人好吃懒做，半袋都不借给他的。没事，我想办法。我惭愧地低下头，我明白是因为自己，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姓张，大队叫陈塘3里区，我们姓张的是外来人，一直明里暗里的受排挤，与陈家更是矛盾颇深。肉差不多熟了，我拿起铲子挑起一块鸡腿肉，吹了吹地向女儿。兜兜迫不及待地伸出小手去抓，也不嫌烫，心里又是一阵刺痛。好吃吗？我看兜兜吃完，揉了揉他的小脑袋，兜兜连连点头，乌黑的大眼睛还一直看着锅里的肉。我们开饭！我将锅端上炕台，一家3口就围着炕台坐了下来。我发现自己老婆不舍得吃肉，啃一块骨头啃好久，我便给她加肉，让她多吃点。王林本是工人家庭的女儿，本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却因为我与家里断绝了关系。兜兜吃饱后躺在炕头上呼呼睡了，小脸蛋上挂着笑容。她吃了好多肉，我给灶里加了点柴，接着就去院子里砍了2棵耐寒细青竹，家里的竹子正好可以制成蟹笼，希望能有收获。编织蟹笼对我而言很简单，借着火光劈成一根根细细的竹条，在我手里逐渐变成一个个竹条蟹笼。王林帮不上忙，趴在炕上静静地看着我，也许是太累了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我找了一块网，缝制出4个很小的网洞，把雉鸡的鸡头、鸡屁股和内脏等等都挨个塞了进去，挂在了笼子中间。我见妻女睡得正香，悄悄地提着4个笼子出门了。夜幕低垂，大雪纷飞，天空中一片漆黑。
唯有那皑皑白雪泛出淡淡的白芒。礁石锋利难走，冰冷的海水在礁石群中来回冲刷着。我小心翼翼地走着，挨个寻找合适的位置。十几分钟后，4个笼子都下好了，接下来就是等着上火。如果上火可以，那就要加大蟹笼的数量；但如果不上火，那我只能搞把枪冒险进山。站在礁石上，我听着传来的阵阵波浪声，环顾纷飞的漫天大雪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随即一声包含喜悦与激动的喊声远远传开：我张花成回来了！王林今天惊吓过度，也累得不轻，睡得很香。我出门到回去，他都没有一点察觉。早上5点我被冻醒了，稍上看我便要去开礁石群里盲盒了。我背着竹笼往海边赶去，大雪依旧纷飞着，整个陈塘3里渠几乎被大雪掩盖，只有几架烟囱冒着袅袅炊烟。礁石群一部分都被冰雪覆盖，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难度。我小心翼翼地在其中攀爬着。10几分钟后，我找到了第一个笼子，哗啦啦流淌的海水下，一个蟹笼静静地沉在其中，哗哗。当我小心翼翼地提起竹笼时，伴随着海水顺着竹笼滑落，里面也传来一阵刷刷的声音，竹笼剧烈晃动。果然，我一阵狂喜，里面20几只大大小小的青黑色礁石蟹，只是10几条小海鱼却被啃食得破破烂烂，这将成为小网兜中最佳的新蟹饵。这年头海边资源如此丰盛，我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礁石蟹倒进竹篓，我心中一喜，立刻去找第2个蟹笼。第2个蟹笼只有10几只礁石蟹，一只体型不小的青蟹和2只小花蟹，但鱼却多了几条。第3个蟹笼位置下的不好，被海水一直冲撞礁石撞散架了。最后一个蟹笼也收获颇丰，甚至还有一只个头不小的八爪鱼在其中。我满意的背上竹笼，当真是大收获，还在海水中捡到一个拳头大的大海螺，这可是个难得的美味。想着中午再来一次。当我到家时，已经变成雪人了。王林急忙迎上来给我拍打身上的雪，当看到竹篓里好像有一条冻成冰雕的鱼，他愣了一下。鱼？这是我下笼子的收获。我再次展现自己的手艺了，一小锅炖的红彤彤的蟹和炖鱼，半小锅很稀很稀的大茶粥，满屋香气，一家3口吃的都很开心。吃完饭，我把冻鱼和蟹都埋在雪里，大雪不停，我也去不了县城，正好可以多攒点一起卖掉。又去院里砍了2根竹子，王林还笨手笨脚的来帮忙。我们又编织了5个竹笼，还修复了之前坏掉的竹笼，算上礁石群中的3个，我现在一共有9个竹笼了。中午跑去下笼子了，回来时又多了半篓子海货，这是3个笼子贡献的。如果9个竹篓，估计能让我满篓，所以目前情况我需要找个帮手。下午时候，我躺在炕上，听到院子里传来细微的咔嚓声，我心中一颤，这不是踩雪声，而是咀嚼声。狼！我赶紧示意王林别出声，悄悄地靠在窗边上看向院子。王林也好奇地伸头看看，一条深黄带红的大尾巴显得格外显眼。赤狐那家伙已经刨出一个雪坑，正在啃着我藏在雪下的海鲜，它是被海鲜味道吸引来的。我不禁心跳加速，一张完整的狐狸皮子怎么也得15块吧。我按耐住心中的小窃喜，抄起一根棍子，小步向前，悄悄地打开门。也许是听到了一点动静，正在啃冻鱼的赤狐静止了一下，仿佛在侧耳倾听。我却没给他钻出来逃走的机会，飞扑上去狠狠的一棍砸在他的背上，一声尖叫，赤狐抽搐了几下后就没了动静。此时就听王林嘴里飘出5大仙几个字。我告诉王林这一张皮子能卖15块钱时，王林也不再说什么，只是瞪着眼睛看着我的操作。我将赤狐对着墙上狠狠的又是一甩，确认赤狐真的嘎了才出了口气。赤狐凶残且狡诈，会炸死。我很了解这东西的习性。兜兜听到动静跑了过来，眨巴眨巴大眼睛看着赤狐肉，他伸出小手指向赤狐会心一笑。看着这只肥大的赤狐，我迅速处理，然后一锅炖了，也准备端一盆去老家换点炭。我现在更想去看看爸妈、妹妹和小妹，还有老实的大哥。王林用力的点点头，有炭的话炕就不会那么快凉下来。赤狐的皮很美如烈焰一般，我小心翼翼地将剥下来的狐皮挂在了墙上，内脏流出来继续做饵料。大雪纷纷，大哥张虎臣正带着2个小孩在院子里铲雪，大宝饿得直抱怨：爸，什么时候吃饭？饿死了！小宝也不停歇，我想吃肉。张虎臣没好气地回道：大嘴巴子吃不吃？大雪已经1天1夜了，张虎臣看得心慌慌的。老二家里不知道炭够不够烧，想起不省心的我和命苦的弟媳，张虎臣叹了口气，扔下铁锹，进屋巧生跟媳妇商量要送1袋炭给我。很快屋里就传出了尖锐的叫声：行啊，张虎臣，你学会顶嘴了是吧？那你也给我爸妈也送几袋去，我们都别活了。我大哥支吾着说：你爸妈不缺。过了一会，张虎臣提了半袋炭准备出门，这时一个俏丽的身影从东屋里跑过来：哥，你要去二哥那？对啊。张花玲悄悄地塞给他一个布包：妈，让你带上这个。张虎臣愣了下，这是一包玉米茶，是他给爸妈熬大茶粥喝的。我恰在这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，还是大宝眼尖，直喊着：二叔，你端的啥好吃的？我来到了阔别无数个日夜的家，强忍着心中的激动，把手里的锅递给张花玲，让他们赶紧热热吃。我又解释道：一只傻狍子跑我家里了，顺手就拍死了。我是不敢说是狐狸的，在东北上了年纪的人都很是忌讳5大仙的。妈妈，有肉有肉！大宝嗷嗷地喊了起来。大嫂早就听到我来了，只是以为我又来要东西的。突然听我端着肉来的，不禁也伸出头来瞧瞧。这时小妹也听到了，高兴地从被窝里钻了出来。爸妈也出来了，看着家里人整整齐齐，我忍不住眼眶红了。家里人都被锅里的肉吸引了，也没有发现我的异常。大嫂冷着脸过来端走了锅，很快屋里香气四溢，几个孩子都围了上去，一家人大大小小高高兴兴地坐在炕上啃肉吃。我看着不禁又有些动容。老妈见我要回去，跑过来拉我：老二，你也吃点。我说家里还有。花玲塞给我一包玉米茶，我犹豫一下还是接下了。我这个妹妹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善良了，平
着记忆再过几天，陈秋阳这个人渣和寡妇乱搞的事就会闹得沸沸扬扬。这一次我不会让自己妹妹嫁给陈秋阳，这婚必须退掉。大嫂也难得的大方一回，于是我扛着一袋子炭回家了。回家的时候，王林正看着窗外，兜兜也眼巴巴的看着锅里的肉。我烧上炕，热上肉，一家三口围着炕高高兴兴的吃了起来。就在我们商量着明早去城里换钱的时候，砰砰砰，门外传来一阵仓促的拍门声。王林手微微一抖，眼中闪过一丝惊慌。当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吃肉时，急躁的拍门声却让王林惊慌不已。我知道自己老婆为什么害怕，拍门的是我们村的街溜子陈彪，与我上一世勉强算得上是狐朋狗友。此时我心中最痛恨的就是他，上一世就是陈彪抢了我的买炭钱，买了酒更是把我灌醉，这也导致我老婆孩子为了捡柴冻死在暴风雪中。出事以后，陈彪却到处说我的妻女活该死掉，如果王林改嫁给他，绝对会天天吃香的喝辣的。我那时候才知道陈彪打过自己老婆的主意，王林也曾经和我说过，陈彪对他还动手动脚的，我却根本没当回事。这时的我刚一开门，陈彪就要往里进，在家偷着吃肉也不喊我，话还没有说完，陈彪就被我一把推了出去。那家伙一愣，他以为我还是那个死要面子的傻子。闻着屋里的肉香，陈彪还是一个劲的往里拱，我抬腿一脚就把陈彪踢出去3、4米远，一把将他提起来，掐着脖子按在雪堆里，以后再胡说我老婆，撕烂你这张臭嘴。我在陈彪的兜里找出一小叠钱，还有几张票，取了7毛5分钱和一张面票，其他的都塞了回去。这是昨天你抢我的和之前借的，给我滚！陈彪狼狈的爬起来，惊恐的看了我一眼，就跌跌撞撞的跑了，连一句狠话都没敢扔。王林这时也跑出来，生怕我吃亏，我轻轻的拍了拍腿上的雪，没事来还钱的，回去吃饭。我将手里的钱票塞给了他，拉着他向屋里走去。我心里还在盘算着如何的彻底解决陈彪。重生而来自是有仇报仇，有恩报恩。晚上仍然大雪，我却迎来了惊人的大丰收，满满当当的一竹篓，有鱼有蟹，还有几个个头不小的八爪鱼。窗外天色暗淡，不过暴雪如记忆中一样停了。我起床仍旧把炕烧上，带上这几天的渔获，急急忙忙赶去县城的早市。当前的年代是不允许私人买卖的，但县城的早市赶在红卫兵上班前撤离就行。我现在拥有年轻的身体，赶几公里的路还是很轻松的。很快就到了早市，我选好位置就开始了吆喝。上好的肥海蟹、蟹膏、蟹黄都是满满的，不肥不要钱。不一会我的海鲜摊前就围满了人。那个年代海鲜是很少见的，老百姓对海鲜更是感觉新鲜，有讨价还价的，有争着挑选的。很快我的鱼蟹就销售一空，手里多了4块3毛5分巨款。然后我又赶往收购站，毕竟怀里还有一张漂亮的赤狐皮。收购员一看到这赤狐皮就两眼放光，好东西啊！然后又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个遍，高高兴兴的报出13块5的价。我一愣，虽然没达到预期，也相差不大，于是爽快成交。就连我竹篓剩下的那点海货也被收购员个人收购。当我离开收购站时候，兜里多出15块钱，现在的我身上一共有27块6角4分钱。我赶紧去百货大楼买了很多东西，半斤硬糖、盐醋酱油、超网、锯子、锤子、洋锭、红头绳，还有很多东西都是要票的，但是我没有，只能去黑市了。我找到黑市，又买了不少粮食和2斤肥猪肉。当经过一个摊位时候，我眼尖的看到老人腿旁边压着几本书，想看看，结果老人谨慎的打量了我半天，才慢悠悠的递给我，是《红楼梦》，而且是全3册的，确实是好东西。城里长大的王林最喜欢《红楼梦》，我麻利的讨价还价，最终2块成交。老人收钱的时候给我递个眼色，小伙子，买完东西就快回家吧。此时我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，我买东西的时候太张扬了，一拿一大叠钱，这年头谁都眼红。巷子口，我看到2个持刀的混混堵住了路，接着身后也跟来3个，除了带头的，另外2个手里还拿着刀子和斧头，一个个神情冷漠的看着我。带头的穿着一件军大衣，手揣兜里叼了根烟走过来，兄弟借点钱花花。我默默的放下东西，没有任何预兆，一个箭步冲到了带头的混混面前，肘心一顶，带头的混混来不及反应，便飞了出去，狠狠地撞在了墙上。几个混混都愣了一下，接着都冲了上来。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身体强壮、拥有前世所有超强格斗技艺的特种兵教官，解决了战斗。我毫发无损，一个对我动刀的晕死过去，2个趴在地上抽搐，还有一个跪得很快举手投降。至于带头的，现在还跪在地上吐酸水。一阵搜刮后，让我惊喜的是，这几个果然是倒票的贩子，兜里有厚厚一沓钱，还有20几张粮票、肉票和布票，其中2张粮票还是50斤的粗粮票。带头混混身上的大衣，我也不客气的扒下来套在自己身上。我又从一个混混手里抢到一把军刀，居然是瑞士军刀，是非常难得的万能刀。我转身咳嗽了一声，几人连滚带爬的离开了。我心中暗想，还是抢劫赚钱更快。看着街角的包子铺，我的肚子咕咕乱叫，一口气吃了6个大肉包子，然后又打包了一些带回家。进村后，我远远看到王林在门口铲雪，时不时抬头张望着通往县城的土路，旁边还有一个很高的青年，也拿着铁锹帮忙铲雪。王林看到我连背带扛的各种布袋，赶忙过来帮忙。我看向那个抓头傻笑的高个子青年，他是我的邻居陈铁牛。铁牛是我发小，5岁的时候亲妈被他爸打跑了，跟了一个恶毒后妈，吃不饱穿不暖，动不动还得挨揍。铁牛进屋，陈铁牛摇摇头继续铲雪，我也没多说，扛着东西进了屋。王林看着这么多的东西惊喜无比，我捋了捋怀里剩下的钱，一起递到王林的手里，又将1包硬糖递给了兜兜。小家伙抱着就爬炕上，一颗颗的仔
细看了又看，我将报纸包裹了好几层的3本《红楼梦》亮出来。王林赶紧把钱放进口袋，翻来覆去的看这套书，这是他没结婚前就想要的《红楼梦》，他爸去排队4次都没有买到。王林眼眶逐渐泛红，紧紧地抱着书，带着哭腔道：“你浪费钱干嘛？”我笑而不语，然后从麻袋里取出粉条和包子。琳琳现在就吃猪肉炖粉条吧。王林从地窖里拿出准备过年吃的大白菜，先是肥肉切成大片，熬出了1斤半的油和1大盘的油渣，白菜油渣入锅一烩，咕嘟咕嘟的香气飘满了屋里。我出去把铁牛拉进了屋里，1盘玉米饼子和1大碗猪肉炖粉条子端到铁牛面前，铁牛也不客气，大口吃起来，就像3天没吃饭一样。我问铁牛想不想天天吃肉，他连想都不想，张口应我想。那铁牛，你以后有空就跟我干活，1天3顿饭我全管。铁牛开心的连点头。天色渐黑，我背上竹篓去收货，不出意外的竹篓被海货装满了。我又在礁石群里增加了4个蟹笼，按照当前这个量，明天早上必须需要铁牛帮忙了。第2天天还不亮，铁牛就在门口跺着脚等我了。我看着瑟瑟发抖的铁牛，把他让进门，递给他2片桃酥和1茶缸热水。铁牛双手接住，迅速干完，然后我们带上麻袋，又去海边收了一趟货，带着收获满满的海鲜直接进城了。有铁牛跟着我轻松了许多。赶到早市的时候已经不早了，我吆喝几声，让铁牛看着摊子，就开始了我的神操作。每家摊子我都提着鱼蟹去换，10几分钟时间，我的海鲜连卖带换的已经去了1大半。红卫兵来了，不远处有人喊了一嗓子，早市立刻一片躁动，不少摊主卷起摊位上的东西背着就跑，我也带着铁牛转身就跑。我手里有钱有票，一路上又卖又换，很快就将剩下的鱼和蟹也都卖掉。我2人想顺路吃碗面，结果一口气干了4碗，真就是跟没吃过一样。回家后我便开始盘算着，给全家做点免衣免血，给铁牛的娘和妹妹也置办点食物和烧炭。中午我又炖了1锅白菜豆腐和粉条，炒了1盘辣椒炒肉，家里香气扑鼻。端菜上桌后就喊铁牛过来吃饭，而这时的铁牛爹和后娘2口子正在院子里打转。辣椒炒肉的香味太冲了，后娘孙俪馋得直流口水，怂恿铁牛爹陈有德去举报。陈有德的举报起到了作用，几个干部决定先去问嫁到老张家的秀英，也就是我的大嫂。如果老张家真偷猎，陈秀英必然知道老陈家与老张家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。就在上个月2家打架还动了枪，陈明堂到老张家喊我大嫂出门，看着满身补丁的女儿，陈明堂忍不住骂了2句，缓和了一下就直接问道：“陈有德去大队里举报老张家偷猎，你知道不？”陈秀英摇摇头反问：“是不是举报老2家吃肉？”陈明堂点头。陈秀英说：“这我知道，好像是王林城里爸妈送来的。”陈明堂思索着，王林的爸妈他们和好了，这和他自己一样，当初陈明堂不也是和闺女断绝关系了？他有点尴尬，将手里提着的1包锅巴塞给陈秀英，转身离开了。我大嫂又赶紧让我哥去给我报信，就说家里的肉是我岳父家送来的。我这时也刚刚分配好一些粗粮和猪油，让我大哥带回去给老张家的几个老人分分。我不想再看到跟上一世一样的悲剧，那几个老人被冻死饿死，百货公司一枝花，食品公司双下巴，这就是当前时代真实写照。王林的爸妈都在食品站工作，给女儿送点肉那不是情理当中，嫂子靠得住，我更加的有积极性。陈有德的举报就这样被一笔带过。如今我思索着更快的来钱办法，最终还是决定进山猎狼。铁牛更是无条件的跟随。晚上我去收了几条鱼，还扛了1袋炭，径直往我三爷爷家走去。在漆黑的屋子里，一点暖的气息都没有，喊了几声三爷爷才回我，说想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，趴在冰窟里几个小时都不动一下，家里冷点不算啥。我笑着进了屋，点上煤油灯，走到灶台旁，家里果然没有炭，只有一些劈得整整齐齐的木柴。我把东西放下，开门见山的就借枪说要进山猎狼。我见三爷爷没有抵触，当即把今年老张家的情况说了说。老人沉默不语，便来到炕上的一个箱子前，把箱子打开，让我眼前一亮。箱子里有部队的奖状和勋章，一套老旧的军装下赫然放着几个弹和一把38大盖和刺刀。这38大盖比老人墙上挂着的544式强了不是一星半点，有了这枪就是在山里遇到狼群都不怕。我高兴地带走了38大盖1盒子弹和刺刀。这时铁牛拿着扁担和绳子以就位，山里有狼不能去。王林看我提着枪回来，急得直跺脚，他知道山里危险，就连守山员都不敢冬天进山。我好言安慰王林一番，哥俩就进山了。大雪已将群山覆盖，山中的树木枝干上凝满冰晶，积雪压弯枝头，月光下宛如水晶雕像。寒风掠过，卷起阵阵飞雪。我站在高处观望着，万籁俱寂中能听到远山隐约传来狼嚎。一路上遇上几只野兔，野兔太机警了，一听到动静就跳跃消失，没给我们一点出手机会。这样一直在山林里走了近半个小时，直到进入山林深处。就在我四处寻找猎物时，隐约听到远处传来粗重的呼气声。我一喜，立刻示意铁牛别动，悄悄向前靠去。显然前方有大型野生动物。果然，我向前走了一段距离时，就看到一头漆黑的身躯正在拱着雪地觅食。我让铁牛找个隐蔽处别动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，找到最佳射击位置。随着靠近，我看到野猪脑袋，野猪却听到了动静，抬起它硕大的脑袋和长达半尺的獠牙，冲着我狂奔而来。我赶忙闪身躲入一棵大树后面，野猪踏起的雪快飞溅。就在野猪回身准备再次冲刺我便举枪射击，砰一枪正中脑袋，枪声一响，野猪一个趔趄，接着它发出凄厉的惨叫声向前冲去，冲了10几米却一头栽倒在雪地里。我赶紧又对着它的后脑补了一枪，拔出刺刀跑过去，对着野猪脖子连续刺了几刀，见其彻底断气了，我才松了口气。铁牛气喘吁吁跑过来，惊喜地看着这头硕大的野猪。我将手里的瑞士军刀递给铁牛，让他放风小心周边的狼群，因为血腥味会引来
狼的。然后我麻利的开膛破肚，一个个冒着热气的内脏也被我扒了出来，能吃的内脏逐一用鸡血清洗，处理的差不多了，我立刻喊来铁牛。铁牛拿来斧头，在我示意下狠狠地劈了下去。短短的几分钟，300多斤重的成年野猪就在铁牛手中变成了2大片。野猪的猪头与一部分内脏被我留在原地，铁牛舍不得扔猪头，回头看看想要带回去。我忙喊狼来了，他这才明白我的用意。其实狼群确实已经很近，我们离开没多久，身后就传来狼的撕咬与低吼。我跟铁牛回去时已是深夜，王林根本没睡，一直在屋里急得转圈。听到我们敲门声时才放下心来。当看到我们抬回来的巨大的野猪，王林却被吓到了。山里的野猪非常可怕，就是守山员都不敢靠近。我在地上铺好麻袋，将野猪躯体扔在上面，麻利的处理起来，剥皮分块切油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。俩人又忙活了1个多小时，这才准备睡一会觉。铁牛憨憨地说我想现在去我妈那边。我恍然大悟，赶紧卸下4、5斤的猪肉和几根猪骨给铁牛装起来，嘱咐路上小心别被巡逻队抓了，更不让铁牛妈送人，一定要自己吃，偷猎被抓到会很麻烦。铁牛点着头，高高兴兴地提着肉跑了。60年代的低物价是计划经济与短缺经济的产物，虽能维持基本生存，可生活品质却很低下。天色昏暗，我和铁柱收完海鲜后就赶往县城。这一次海鲜量不小，我留下1半野猪肉藏在院子里的雪地里，不然都扛去我俩能累死。猪皮也留在家中，打算多攒点皮子一起去收购站卖掉。县城早市已经来过数次，对于这里我也算熟悉了。见还没有上人，我就对着几个摆摊的商贩打招呼：各位同志，野猪肉有吃的吗？新鲜货不需要肉票的。在这个计划经济的年代，不要票的猪肉非常的抢手，何况还是野猪肉，时间不长就被抢购一空。但是海鲜却不怎么好卖了，连换带卖好不容易才卖光。我对这事也不意外，对于这个年代的人来说，吃饱是第一要位的。像如这些海鲜之类的也就尝个鲜。我们又是一顿肉丝面，采购了上山打猎的必需品，就准备回去。这时候铁牛一下子靠过来，哥好像有个人在跟着咱。铁柱抓抓头，有点不自在的回头看看。我没想到铁牛居然这么细心，我诧异的看看他，笑道：估计是见我们赚钱多眼红了，想抢我们了，不用管他。其实我卖肉时就察觉到这个黑货摊主能在早市卖黑货的，自然也有一些见不得光的犯罪分子。见我赚了这么多钱，起歪心思也正常。回家的路上，路过一片树林时，我们停了下来。那个跟着的家伙已经挡住了我们的去路，提着刀凌厉的眼神盯着我。我不慌不忙放下竹篓，拿起刚买的崭新砍柴刀，目光不避不闪，也是直盯对方。那家伙二话不说，提着刀就向我冲过来，出手就是杀招。我判断这绝对是惯犯，手中砍柴刀快速一挥，几个手指纷纷落在雪地。只见那人捂着手转身就要跑，就听到一声清脆的碎裂声。铁柱一脸紧张的喘着粗气，铁牛一脸紧张的喘着粗气，手中厚重的扁担直接断成了2截。那黑货摊主晃晃悠悠的倒在了雪地里，鲜血顺着他的额头淌下。我上前查看时，发现黑货摊主已经没气了。铁牛也有点慌了，我给铁牛说没事，只是被你打晕了，然后搜刮了那黑货摊主。结果他身上只有几块钱，但他那黑皮公文包里面却是几捆厚厚的工业券。这种工业券只有大城市才通用，在这里根本不能用的。我也不再去想这人和东西的来历，把公文包扔了，如果拿了可能会引来大麻烦，但里面的工业券我都拿走了。铁牛有些害怕，我安慰几句就拉着他走了。这年头不见人影的地方，死个人不是什么稀罕事。果然我们走后不久，2个挑担的货郎来到了这里，短短几分钟他们就离开了，而黑货摊主却被他们扔进了沟里，正在被风雪覆盖着，头发也被剪得不剩几根，一点也没有浪费。对于货郎而言，这就是意外的收获。我们回到家都快中午了，小鸭和兜兜在堆雪人，时不时高兴的咯咯笑。王林和花玲一起在看《红楼梦》，我赶紧去切菜做饭，还煮了今天用鱼蟹换的鸡蛋，又热了几个包子给2个妹妹。一家人其乐融融围坐一桌，寒冷的长白山夜晚万籁俱寂，只有松枝雪落的扑簌声。2道身影在夜幕下进山了，听着远处的狼嚎，我们今晚的目标就是他们，这长白山中顶级的掠食者。我们一直在雪地里找了几10分钟，我终于找到了个目标，这是一头体型巨大的棕色灰狼，此刻正在雪地里啃食着一只野兔，附近时不时传来狼嚎，显然这个狼群在分散捕猎。棕色灰狼闻到了气味，抬头望向了举起枪的我，立刻发出一声低吼，面目狰狞地做出攻击姿态。我这时眼疾手快，砰的一枪正中狼的脖子，狼的身躯抖了一下，紧接着转身逃跑。我毫不迟疑紧追上去，跟随血迹很快发现了躲入岩石下的灰狼。铁牛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就是几棍，灰狼抽搐着倒在了雪地中，还是铁牛警戒我来开膛清理。附近狼嚎不断，显然狼群正在靠近。我将那灰狼的内脏扔在原地并迅速撤离。当我们回到村子的时候，一头头成年灰狼也陆续来到了后山，不断地徘徊着嚎叫着。王林看着我们剥皮，听着远处传来的阵阵狼嚎，心慌慌地一直望向窗外。灰狼的皮被我完整的剥下来，肉脂肪也被铁柱刮得干干净净。处理完已到深夜，由于明早还得早起，铁牛就没有回家，裹了大衣去隔壁炕上睡。我和王林相互偎依地躺在炕上，一会也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还是海边收获赶早市，与以往不同的是，我只挑了20-30个体型大的海蟹，其余的都埋在家里的雪堆里。这些不值钱的，不如自家人吃顿海鲜大餐。当我们背着沉甸甸的竹篓来到早市时，我们摆摊的位置已经有10几个人在排队，全是来买肉的，因为不要票还价格公道。今天的野猪肉
卖得特别快，就连狼肉卖1块钱1斤也很快被疯抢。我们找到县城的黑市，我带着铁柱到处转悠，准备买些布票。我来到一个矮个子青年面前，张口就来：“你东哥呢？”那青年吓了一跳，一看是我，转身就要跑，我一把拉住青年：“东哥在家。”那青年怯生生的回答：“他是打劫我时下跪的那一个。”我告诉他是来买布票的。那青年吃惊的看了我半天蹦出一个买字，叫东哥去。青年转身就跑，不出10分钟，那个叫东哥的和青年罗成就回来了。东哥捂着胸口，一脸痛苦的看着：“哥，你要布票？”我抱着刚买的大公鸡站起身来，一起蹲着的铁柱也跟着站了起来，这让秦晓东忍不住一哆嗦，不过又强装镇定，示意我跟着他去边上的墙角。秦晓东跟做贼似的四下寻摸了一圈，才从怀里掏出一小叠布票。我接过看了看，这些布票的数量应该够了。秦晓东的报了远远低于黑市的价格，我没说什么，算好数点了26块钱递给他。秦晓东也没想到这么顺利，我又掏出一张工业券递给他：“这个收吗？”秦晓东眼前一亮：“收。”他来回的翻看着。我知道工业券在大城市是好东西，然而在我们这山沟沟里，这就是个鸡肋，但是我也没表现出来。秦晓东试探的问我有多少，我说有50张，这把秦晓东高兴的合不拢嘴，当即答应帮我找门路解决掉。我准备离开时，突然想起来，就打听秦晓东想买个平板车，恰巧秦晓东有熟人，于是他带着我们在巷子里七拐八拐，来到一个老房子门口，喊了2声老丁。过了好久，才出来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汉子。老丁打量了我们好半天，才让进院里，领着我们来到东边的柴房门口，挪了好几捆柴之后，我们才看到平板车和一堆椅子、木桶什么的。老丁指着那辆平板车，张口要价100。秦晓东直翻白眼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便宜点，便宜点。其实我知道这车走公社的话，开上证明也要100几十块，所以也不还价，车子就按你报的价。不过木桶和板凳、椅子我都要一些，都给我便宜一些吧。老丁见我也是爽快，剩下的都半卖半送。临走时还送给我几套樱桃木的陀螺抽绳。秦晓东也乐呵呵的赚了顿酒，皆大欢喜。我发现秦晓东这人还行，都没收老丁的中介费。有了平板车，我们购物也不再有顾虑。百货商场门口，铁牛看着车，我进商场一阵扫货，老婆、孩子、妹妹、爸妈、大嫂每人都有份。我出来又塞给铁牛20块钱，换铁牛进去购物。他进去磨叽了半个小时才出来，买的也全是给俩妹妹的东西。回去时鹅毛大雪再次飘落，我们2人说说笑笑的往回赶。现在的村里全大队的人都围在老王家看热闹，咆哮打闹不绝于耳，社员们也都嘻嘻哈哈看着，赶都赶不走。陈秋阳和王家寡妇乱搞关系，被王家婆婆从炕上直接拽下来，2个当时连衣服都没穿。王家婆婆带着一群人堵住陈秋阳不让走，哭爹喊娘的坐在地上，连大队长陈公岭来调解都不管用。王家老太太哭得撕心裂肺，诉说自己家老四命苦，他们家的老四是守山人，2年前被狼吃了，还不到2年儿媳妇就耐不住寂寞，乱搞男女关系。王家一群人都在嚷嚷着要打死陈秋阳。不过一直以来，老王家与老陈家关系很好，倒也没有闹出人命。这如果是老张家和老陈家出了这事，怕是早就动刀动枪了。陈秋阳被他爹妈和几个兄弟护住，蹲在地上低着头，他想不明白怎么会被发现的。陈公岭不想将事情闹大，闹到公社就麻烦了。他知道老王家的意思是想要钱，于是2家老人商量了一下，最后老陈家赔了王家老太太50块钱，事情就这样算了。50块钱在这山沟沟里可是巨款，老王家虽然算了，老张家却不愿意了。我火急火燎地赶回来，得知2家人已经在讨论了，我立刻跑过去。老家的堂屋里已经站满了人，老陈家与老张家都有，村里的大队干部们也都在激烈争吵。你们老张家彩礼都花完了，说不嫁就不嫁，有你们这样办事的吗？老张家还是女方退婚，这对陈家而言就是抽他们的脸。陈家老叔公面色阴沉地坐在椅子上，可陈秋阳睡寡妇被抓个正着，老张家自然不愿意了。张花玲与陈秋阳的婚事自然要作罢，你们老陈家我们高攀不起，这桩婚事必须作废。张家的五叔公瞪着眼说，陈家却不愿意了，彩礼也下了钱，你们也花了，说好了过完年就结婚的，现在说不嫁不合适。陈公岭开口了，不合适你就把你小闺女嫁过去，反正你小闺女现在也是个没人要的小寡妇。冬天不敢下炕的张虎都下来了，一听陈公岭的话，顿时火冒三丈，你什么意思？陈公岭一下急眼了，拍起桌子，什么意思？你听不懂，你再说一句。屋里吵得不可开交，陈秋阳来了，在外面等机会进去道歉，毕竟张花玲是真的很漂亮，如果这次退婚了，以她的名声以后想讨老婆就难了。我一来就看到油头粉面的陈秋阳，一见是我，陈秋阳挤出笑容，赶忙套近乎，一口一个舅哥的叫着，并示意着手中装着10来个苹果的网兜。他是来道歉的，这年头苹果是相当稀罕的，一想到上一世花玲嫁过去，天天被这个畜生打，怀孕后更是被打得1尸2命。我冲上前对着陈秋阳胸口就是一脚，陈秋阳被一脚踹翻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我已经冲上来对着他一顿猛踹。被踹急眼的陈秋阳爬起来，就对着我一巴掌抽了过去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我不躲不避，我脸上立马浮现出鲜红的指印。紧接着我对着陈秋阳一顿乱拳，陈秋阳被打急眼，刚准备反击时，就看到我后退几步，然后在雪地里打了个滚。打人了，快来看啊！陈秋阳打人了！我起身后立刻喊了起来，打架了！陈秋阳打人了！院子里正看热闹的村里社员们听到动静出来一看，也都喊了起来，有的上来拉架，有的进屋里喊人。很快老张家与老陈家的都冲出来了，陈秋阳被我打红眼了，使劲的赶上来追，被一群人拉住后咆哮连连的要冲上来。一看我被打得这么狼狈，本就一肚子火的我爹提起铁锹就向陈秋阳冲去，其他人一看冲上来赶紧拦着。老陈家都是一群畜生吗？老妈一看儿子被打气得流眼泪，一见气氛起来了，我就扯着嗓子喊了起来，妈，那畜生说等花玲嫁过去就打死花玲。陈秋阳这才反应过来，当即怒吼是我先打的他。陈家一个老人受不了了，上去狠狠
狠的就对着陈秋阳抽了一巴掌，咒骂道：“我们老陈家怎么生出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？整个村里谁不知陈秋阳是什么东西？谁都知道我好欺负，窝里横还行，但在外面就是一个窝囊废。一看我被抽红的脸和满身伤，连他们自己家的人都看不下去了，越来越不是个东西，把我们当猴耍。”老陈家的社员们也有一些纷纷骂了起来。早上睡寡妇闹得他们丢尽脸，中午让他来赔礼道歉，还把人家哥哥给打了。张花成，你敢阴老子！陈秋阳一时间气疯了，咆哮咒骂着，连他爸妈都拉不住。张虎成红着眼冲出来，举起砍柴刀就向陈秋阳扑去，却被大嫂死死的抱住。大宝小宝嗷嗷的跑出来，抱着爸爸的腿哭个不停。陈秋阳一看我大哥也理智了，急忙往人群里跑。陈宫林吼叫着让我哥放下，现场一片混乱。砰一声枪响，三爷爷张猛劈着而来了，拿着老猎枪正一步步向人群走来，就如一头刚刚苏醒的雄狮。这一枪也镇住所有人，陈宫林也被吓到了，随即气得大吼一声放下枪。可当老猎枪指向他的时候，他却本能向后退，毕竟真挨上一枪小命就没了。他可清楚老张家这些大头兵什么性格，恨不得临死前拖几个下去。你们是欺负我们老张家没人吗？三爷爷说着举枪就要打，看这情景我也吓得够呛，急忙冲上去拦着，不拦着说不得。三爷爷还真能开枪的，毕竟三爷爷有前科。陈家人看热闹的都不敢看，一哄而散。谁不知道张家老三暴脾气，多年前死伤一片就因为他。既然闹成这样，这婚事就算了吧。陈家老叔公看到这一幕脸色难看，显然是想起了不好的回忆。陈公岭一见有台阶下也是松了口气，他真怕动枪，没用的东西。三爷爷看你脸被打红，气的瞪眼，我故意没躲多少得让他打一下，这一看就是他欺负我，赶忙低声解释。一听是故意的，三爷爷这才作罢，骂骂咧咧了一会才提枪进门。花玲跑出来了，哇的一声哭了，小丫也跟着嗷嗷哭，还不忘记对着不远处的陈秋阳举着小拳头，嘴里还不断重复着打你打你，既然退婚了，那彩礼钱就要还给我们。陈银山见儿子的婚事黄了，差点气死，30块钱1分钱都不能少，不给钱我们就不走。你们老张家不是能吗？快把钱还给我们！都来看看老张家退婚了还不退彩礼钱，就坐在雪地准备撒泼。他们知道张虎一家是不可能拿出30块钱的，老张家的人都气不过，这明显就是欺负我们穷啊！于是纷纷上来凑钱。大嫂一咬牙也回屋里拿钱了。趁着这时，我带着花玲走过来，从口袋掏出一卷钱，一张一张的数了30张，一把扔在了陈银山的脸上。陈银山看着一地的钱愣住，老张家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？要知道老张家在生产队干1年，到头来还要欠大队不少钱，怎么能拿出这么多钱给了我们两亲？我大大方方的招呼家人们回家，一看彩礼钱解决了，老张家的一群人陆陆续续的散了，还有一些则进了屋。我刚来到院子时就看到了二狗，这货不知什么时候顺走了陈秋阳的苹果。二狗还和记忆中一样，中分头发长的几乎看不清他上半边脸，偶尔透过缝隙可以看到黝黑的眼睛。二狗是来看花玲退婚的，我也是长出口气，花玲的命运终于改写了，原来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。三爷爷的老猎枪被年迈的武叔公夺走了，正在屋里狠狠训斥。三爷爷拧着脖子不服气，一把年纪了怕啥？鬼子都杀了那么多，还怕这些欺软怕硬的二鬼子？见武叔公瞪眼，三爷爷这才躲远一点。我赶忙来到屋里和面，准备下面条给几个老人吃。刚忙了一会，就看到三爷爷来到我面前，老人却突然问了一句：“这几晚都打到啥了？”我一惊，要知道晚上进山，就是那些成群的守山员都不敢的事。三爷爷怎么知道自己是晚上进山的？老人得意一笑说道：“这2天晚上就听狼嚎了。三爷爷以前也经常进山打猎，比谁都清楚他们在嚎什么。”我看了看四周，低声告诉三爷爷猎了一头狼，早上拉去县城卖掉。好小子，你敢打狼！老人一脸震惊，他没想到的是我不但打狼了，还打了一头野猪，已经拉到县城卖掉了。当年他都不敢去招惹狼群，一旦被狼群盯上，狼群协同作战模式是非常可怕的。怪不得昨天一群狼崽子嚎了半晚上，原来是吃亏了。好小子，不过这几天就别进山了。狼群报复心很强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三爷爷很清楚狼群有多么可怕，他知道我嘴上硬着，但心里却也在琢磨着，狼群不善罢甘休更好。这种小型狼群正是我的移动提款机。我俩聊了好一会，见武叔公好像是消气了，三爷爷才敢去要他的老伙计。我端来了一锅手擀肉丝面，在这个年代，老张家一直过着这种苦日子，老人们都把肉挑出来准备给孩子们留着。我爸妈推让着，欢欢乐乐的，全家老少吃的是满头大汗。我媳妇王玲正在院子里用平板车推着兜兜玩，小姑娘开心的咯咯笑不停，车上的东西都已经搬进屋了。其实她没心思玩，时不时的去门口张望张望，等我回家，等着花玲退婚的消息。我回来时把花玲和小丫他们也都带回来，花玲第一时间就和嫂子说了她不用结婚的好消息，王玲也高兴的直拍手。这时候小丫眼尖的看到了平板车，眼睛瞪得老大。花玲看到平板车时也惊呆了，爸妈做梦都想有一辆平板车或爬犁，可平板车和爬犁太贵，就算是公社分配的都要几10块钱。他们难以置信的看着，就这几天竟然有了一辆平板车。我让花玲带着东西先回去，然后又把给一家老小小带的东西分好，包括那些布和棉花装了满满的一平板车。我带着妻女拉着平板车回了老家，整整一下午，老张家是笑声不断，一碗碗的肉丝面香飘四溢，直到天快黑了，一大家子人才慢慢散了。我乐呵呵的用平板车拉着妻女回家，路上拐了个弯，王林茫然，我说叫二狗回家吃饺子。很快我们就来到了二狗家，家里黑漆漆的，我拍了好一会，二狗才磨磨唧唧的出来了。他很是纳闷的看着我，去我家吃个饭和你说个事。我热情的邀请。二狗转身回去，很快提着5、6个苹果出来，顺手就放平板车上了。王林有点发愣，大冬天苹果可是稀罕东西，不是一般家庭能有的。至于我为什么来喊二狗，
他猜测应该是和花灵有关。二狗一路上也都没吭声，也不问个为什么。回去后我又用石子扔了几下铁牛的门，很快铁牛就悄悄地开门溜出来，确认是我叫他咧着嘴关上门。我回屋就开始下水饺，这是王林中午包好的，晚上招待他们刚好。二狗不说话，铁牛也一声不吭地坐在那边等着，看着那翻腾水饺很是尴尬。我打破了这凝固的氛围。二狗花灵的是谢谢你。二狗诧异地抬起头，王林也好奇地看了过来。铁牛懵逼，三人同时看着我。我把二狗告密的事说了一下，二狗没有反驳，只是嗯了一声。我把饺子摆上桌，向二狗发出了邀请，问他要不要一起上山打猎赚钱。二狗先是没吱声。我把张完整的狼皮与一块野猪皮革，连3-8大概都拿了出来，用试试说话。铁牛也一个劲的助攻，我哥可厉害了，一枪就能打到那狼，野猪更是一枪干掉。二狗愣了下，我坐在二狗身边确认了铁牛的话。二狗沉默了一会才道进山可以，但如果太危险我会随时退出。他还不想死在山里，但他现在确实是想赚钱。我大笑同意，赶紧吃饺子，又沟通了一下打猎分成的事。二狗是有些本事的，只是他养父一直限制不让他进山，山上太危险了，每年都有守山人被狼拖走，但是他现在非常需要钱，也顾不得那一些了。其实我明白二狗现在需要赚钱，因为花灵的婚退了，他更是迫切。何况我现在正缺人手，几个人狼吞虎咽的吃着。这时外面的狼嚎又开始了。二狗问今晚要进山，我肯定的回复。二狗赶了2口水饺，说要回家拿工具。半小时不到，3人就凑齐了，直奔长白山的林海雪原。BGM 则是群狼的嚎叫声。在这猪肉物资奇缺的70年代，我们却每天都有几百斤肉拿来售卖，不光不要肉票来购买，而且换着花样的变换着肉的种类。只因我们是穿梭于这林海雪原的守山人，无论是狂风暴雪还是狼群袭击，我们始终维护着这一村的安宁，并且还让家人们都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。我们3个人很快进入了山林。这时我已经看出了二狗并不是新手。二狗手持大铁弓，如猎豹一般观察着四周，但是此时远处断断续续的传来狼嚎，显然是狼群在传讯。我思考着面临的情况，有狼群的嘶吼，可能狼群在围猎，这距离可不近。二狗猜测着，我们匆忙地朝着狼群的方向赶去，用不了多久，狼群会很快地消失在这林海雪原中。沿途中遇到了一只野兔，我只用1颗石子就将其打得满地抽搐，这一操作让二狗看呆了。铁柱倒是理所当然地将野兔扔进竹篓里，狼群嚎叫越来越近，他们确实是在围猎。如此大规模的出动，我猜测着大概率是野猪或者是马鹿。同时子弹上膛，大概走了20分钟，一声狼嚎让我们都更警惕起来，看来很近了。我们放下竹篓准备进攻的姿势，随着靠近我们听到了低吼与撕咬，隐隐约约还能够闻到腥味。渐渐的2头体型巨大的马鹿尸体出现在面前，一群狼正围着撕咬吞噬。我略数大概11头狼，其中有3头小狼崽子，我一眼就找到了舔着爪子的头狼，体型最壮，眼神凶残。我拍了拍二狗，示意自己打头狼，让他射其他的狼。狼群正陶醉于眼前的食物，腥味让狼暂时失去了味觉上的优势。作为顶级捕猎群体，他们并没有太强的警惕性。砰，清脆的枪声响起，几乎一瞬间头狼重重的倒在地上，我一枪正中眉心，狼群顿时躁动，破空声呼啸而至。二狗一箭射中了一头灰狼的腹部，灰狼哀嚎着满地打滚挣扎，几乎一瞬间我子弹上膛，我火力全开，另一头准备进攻的灰狼又被一枪撂倒，其他灰狼四散奔逃。二狗搭弓还想再打一只，我及时摇手叫停，猎太多了也带不回去，留着他们或许还会在这附近徘徊。二狗错愕，多了最多就是弄张皮，毕竟地上还有马鹿。清理战场收获颇丰，2只几百斤重的马鹿，3头成年灰狼，我们分工协作，我剖腹清理内脏，铁牛用斧头看鹿角和蹄子脑袋，处理了好大一会，最大的头狼塞到了铁牛的竹筐里，他扛起了半片公马鹿，二狗扛着自己射杀的那头，提着2个马鹿角，我竹筐里也塞了头灰狼，又扛了半片公马鹿，赶紧撤离。铁牛心疼地看着扔掉的一匹马鹿，直喊可惜。一行人走走停停，时不时还要交换着和二狗抬着半片公马鹿。一路上铁牛精神奕奕，发财了哥，呵呵呵呵，确实是发财了。我心里盘算着今晚的收获，3头灰狼加起来狼肉能出300斤重，马鹿肉也接近300斤重，单单卖肉都能卖500多块钱，这还不算狼皮鹿皮钱，这哪里是打猎，简直就是抢劫。想到这，我的嘴角 AK 都压不住的翘了起来。当我们回到家时已是下半夜，王林听到动静后飞快地跑出来开门，红着眼睛担忧地看着我，赶紧安慰一番。随后的处理工作让我头疼，这辆有些大，还好有二狗和铁牛，3人又忙活1个来小时，这才可以去睡会。二狗回家了，铁牛睡隔壁。前2天买的公鸡叫了2-3遍，王林才不忍心地把我叫起来。我拖起铁牛去海边收了蟹笼，干脆把笼子藏到了礁石下。根据我的想法，还是打猎来钱快，所以海鲜先暂时搁置，眼前赚钱最重要。当我们赶到早市时，和昨天一样围了一群，今天他们干脆不排队了，都挤在前面，惹得周围摊主们羡慕嫉妒恨。大概20分钟后，突然传来一声市管会的来了，整个集市一片混乱，我毫不犹豫地拉着平板车就跑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的。铁牛也快步跟上，市管会显然就是冲我们来的，看也不看其他人，救命啊，杀人了，死人了！就在几个市管会追赶的时候，密室里突然传来几声刺耳的公鸭嗓尖叫，几个市管会的对视一眼，不得不跑回去。当他们跑回去的时候，却发现哪有杀人，连谁喊的都不知道。再去追我和铁牛时，发现人早就跑没影了。一个系着围裙的妇女赶紧跑过来，给市管会指着道路，但此时的我们已被秦晓东的兄弟领到了旁边的小巷里了。罗成四下张望了一圈，让我们先等等。很快秦晓东气喘吁吁的跑来了，看了看平板车上的狼肉，啧道怪不得红眼，这么多的狼肉和马鹿肉啊！我感叹这次如果不是秦晓东被市管会抓住，可能要赔死了。
秦晓东略微有点得意，自家兄弟，这片地都是自己人。我也已经和胖婶说了，他不再举报，现在可以回去了。我看着秦晓东洋洋得意的模样，不禁感叹世事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秦晓东又拿出一叠钱递给我，这是工业券的钱，我也没客气，抽出一张大团结递给秦晓东，给兄弟们买早点吧。秦晓东心里五味杂陈，心想着抢了我的钱还给我，我还得道谢来，于是笑嘻嘻的接过来道着谢我，又切了大概5、6斤的狼肉递给他。秦晓东高兴的接过说道：“哥你放心，就是真抓了，兄弟也能给捞出来。”秦晓东的关系网让我有些吃惊。回到摊位，我无意间瞥见胖婶的脸上明显有红手印，罗成站在旁边帮忙吆喝着，肉也卖得飞快，不到1个小时就全卖光了。我收拾之余跟秦晓东说想买个座钟，因为我知道王林这几晚都不睡觉，就等着叫我起床，所以我下定决心买个座钟或者手表。罗成大喜，说他有便宜点卖给我，我好一番惊喜，这也太巧了。去拿钟表的路上，秦晓东把这座钟的来历详细的说了一下，原来是他们黑吃黑，从一群扒火车的男蛮子手里抢的，包括军大衣、瑞士军刀、剃头刀等一些难得的物资。那天要不是他们带着枪，估计会吃亏。在秦晓东的家里，他又翻找出皮衣、剃头推子和剃头刀，扒拉着这些好东西，最后决定全收了。上海座钟皮推子和剃头刀一共豪值170块，我跟铁牛满载而归。这时候罗成又跟秦晓东嘀咕上，南方蛮子找来可咋办？你还不给这大哥说？秦晓东直接回了句你懂个屁啊！我跟铁牛又去了一趟百货商场，给二狗买了一双老棉鞋和一条黑色棉裤，又买了3副棉手套和3个挡耳棉帽，这是准备进山的物资。回到家里有了趁手的工具，以便把家里的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的头发好一顿收拾，俨然成了专业的剃头匠。老张家一家欢欢乐乐的时候，老陈家这边已经快炸锅了，因为陈秋阳睡嘎去的守山员老婆，2个守山员果断撂挑子要求换人了，他们的理由很充分，不想死了后老婆给别人睡，本就都是老陈家的。陈宫林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当了守山员就不能再吃公社的粮了。虽然当了守山员可以进山打猎，但是危险得很，每年都有伤亡。这不今年又被狼拖走一个，剩下的2个躲了回来。这都年底了，连年猪肉也分不到，便嚷嚷着要求换人。何况接连几天的狼嚎在村周围不停。大队长陈宫岭看向质保主任陈明堂，要陈明堂从在老张家女儿那开始，最终定下年底前要选3个守山员，老张家、老陈家、老王家各出1个。花玲来报信时，我们还在家里啃着肉，我看看铁牛，再看看二狗，真是想啥来啥。我马上做出安排，我是老张家的主动要求去，二狗也去老王家找王奎，主动要求去，不要让他们抽签。至于铁牛就等着让他们抽，没人愿意去的时候再要求去。我心里敞亮起来，这以后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打猎了。这几天我们出来在周边打点小动物，就是用血和内脏布置诱饵，希望把狼群引得尽兴。自从接了这活，陈明堂在家里愁得唉声叹气的。我大嫂秀英给他带来了好消息，老张家这边我去，又看到大宝小宝都穿着新的棉衣棉鞋。陈明堂2口子对老张家的积怨瞬间化解，老王家二狗也报名了。秀英又告诉了陈明堂，这就光剩老陈家了。陈明堂转身去了大队。陈公岭得到消息后也震惊了一下，没想到老陈家落到后面，立刻召集老陈家抓阄，还嘱咐把陈秋阳那个小王八也拉来。很快老陈家一大家子人都聚到大队来了，让当官的先抽，对当官家的娃娃也要抽。一阵喧闹过后开始抽签，紧张的陈秋阳2腿直哆嗦，最后是陈彪中签。陈彪头皮发麻，转头正好看到我面色阴沉的盯着他。陈彪上次被我打出了点阴影，一看不是陈秋阳，陈银山也松了口气。作为仓库保管员的他，带着我们3个去仓库选枪。我进库第一眼就盯上了一把美式春田步枪，又选了一杆2米的红缨枪。二狗拿走了一杆54步枪，陈彪也选了一杆54步枪。陈公岭证实，又说了守山员的一些细则，比如第一次领子弹后，以后要自己拿钱货物来换，以及接下来的工作安排之类的。其实所谓的工作安排就是要去巡山，驱赶狼群。又选了二狗当队长，然后回家。我刚进家门就开始收拾春田枪，铁牛这是过来埋怨我不让他去，我只能解释，是因为你那奇葩爹和极品后妈。而对于陈彪，我刚好要收拾一下他，上一世的恨还没消，而且他还一直打亡灵的主意。铁牛懂了，尴尬的抓抓头。二狗也是相当维护嫂子的，现在我们是装备齐全，兵强马壮，只要不遇到大型狼群，根本就不用担心。花城亡灵亲切的叫着我，顺势靠在我的怀里，说明天想带着兜兜跟我去县城。我明白亡灵这是想回去看看他父母了。自从亡灵为了嫁给我跟父母闹掰之后，他还没有回去过，现在生活好了也应该去看看，跟他们和解了。我说好啊，一起带上花灵吧。一说花灵，正擦着枪的二狗耳朵都竖起来了。亡灵高兴的往外跑找花灵去了，闷了好一会，二狗才支支吾吾道，要不晚上多打个马路，我也跟着去长长见识。我斜了二狗一眼，也不戳穿他那点小心思。半小时后，花灵兴冲冲的跑来，提着一个包裹，这是3套棉衣和2双棉鞋，都已经做好了。铁牛也急忙站起来，这是给他大妹和2个弟弟的，因为要做的太多，一家人马不停蹄的才赶出来。铁牛打开看了看，都是印花棉布，做的真好看，和大宝小宝身上的一模一样。铁牛高兴的咧嘴笑，我拍拍铁牛的肩膀，送过去吧。铁牛用力的点点头。此时不管是铁牛家还是张花成家，都
洋溢着欢乐的笑声，二狗更是赖着不走了，说是晚上方便进山家都不回了。他那小心思哪里瞒得过我？花灵这几天也是早来晚回，和住在这里都快没区别了，还美约其名帮忙看孩子。下午时候，陈彪带上他的装备去找二狗，结果没人又来到我家，喊了二狗出来说想组队。二狗见他就烦，直接就给他说晚上他和我进山赶狼，陈彪如果不敢去，可以自己找地转悠一下，另外猎物谁打到就归谁。陈彪连连点头，心中暗想，他才不想进山喂狼呢，这寒冬腊月的，连根鸟毛都见不到还猎物，等明天说不定就能听到我们喂狼的消息。那时候王林这孤儿寡母的还不是手到擒来，刚刚成为守山人，那边陈彪就在惦记着我的老婆，这边二狗却跟我商量着如何弄死陈彪，而且陈彪是大队那些干部的眼线，以后我们有什么猎物，怕是大队那些人会惦记着，而且铁牛的爹更是喜欢举报的主，不让铁牛去顶办，也是考虑了这些原因的。山中寒风刺骨，我们已经在这林海雪原中走了快1个小时了，最前面的我低声示意，同时快速的将步枪上膛，二狗也紧张起来，顺着我的方向看去，在不远处的雪坡下面有几个黑影，野猪运气不错，二狗很有经验，我安排好各自的目标，嘱咐好二狗要打头，因为成年野猪不打头一般很难打死，一旦冲锋几乎是致命的。就在我们刚刚开始合围的时候，老野猪突然警惕的来回转动起来，发出了呼哧呼哧的预警，正在觅食的野猪们纷纷围了过来，我看露馅了，也不再犹豫，直接开枪，砰，一头体型巨大的成年野猪眼睛炸出花，晃悠了一下就重重的倒在了雪地上，野猪群大乱，二狗刚瞄准的野猪瞬间冲下雪坡，他急忙换目标，但所有野猪都已经跑远了，不用打了，我示意二狗，娘的他们怎么反应这么快？二狗有些尴尬，我赶紧宽慰，倒是风向变了，老野猪闻到了我们的气味，铁牛拿来斧头，很快的处理起野猪来，先将猪头砍掉，将体型巨大的野猪劈成了3片，能吃的内脏他都用血洗干净，3个人分别装入筐里，留下一些内脏和猪头，如果能把狼群引来，我们就不用去深山打马路了，赶紧把野猪肉送回去，然后又抓紧时间赶回来。这时候地上的残余都被舔吃得干干净净，到处都是狼爪痕迹，寒风中我们还能听到近距离的狼嚎。二狗仔细的辨别，突然说到狼群好像在围猎我们，我们突然看到远处黑暗中闪过的隐隐绿光，我发现我大意了，忽视了狼的智商，我们齐齐步枪上膛，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打乱狼群的围堵截，我们需要一片空地迫使狼王现身。就在转移的时候，一条灰狼从前方雪堆里跳出来，试图将我们吓回包围圈，我抬手就是一枪，灰狼被一枪爆头，根本没有一点反应时间，铁牛还想去拖走灰狼，二狗气得踢他屁股，还不快跑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想着狼肉的也就只有铁牛了。四周一道道灰狼身影正快速奔来，狼群在头狼的嚎叫下已经进入了围猎模式，我带着他们向前方的山坡上冲去，要铁柱与二狗速度减缓时，我就回头来上一枪，跑了短短几百米的距离，就有2条灰狼被当场击毙，头狼嚎叫连连。随着到达空旷区域，头狼的身影终于出现了，距离我们足有200米距离，在月光下一身银色狼毛霍霍生辉。二狗看到立刻提醒，我也在第一时间注意了，我知道不杀这头狼，狼群是不会散的。我将压满子弹的38大概塞给铁牛，二狗果断转身举枪，但狼的速度太快了，让他根本瞄不准。铁牛瞪大眼睛举着枪就打，也不会瞄准，全靠感觉。砰砰枪声响起，乱作一团，这也给我争取了时间。我举起春天步枪对准了嚎叫的头狼，我调整呼吸，手指勾动扳机，砰枪响，嚎叫的头狼晃悠了一下倒在了雪地。二狗看得目瞪口呆，一枪干掉了200米外的头狼。狼群有的察觉不对，有的还疯狂的向前冲，我子弹上膛又是一枪，干掉了一个冲到铁牛面前的灰狼。铁牛也是跟上，一红缨枪戳进了倒地的灰狼身体里，头狼围攻信号消失，已经冲上来的狼群嚎叫着开始逃离，我又是一枪击中了一头雪白的灰狼。二狗已经惊掉了下巴，拍了拍二狗，回去教你们，这次我们发大财了，刚刚我打死了6只全是爆头，也就是说单单狼皮就有6张。二狗看着一头头灰狼，这么多怎么能卖得光？我却笑了，我们现在是守山员，分肉还是很正常的，野猪肉能分的也都分掉，狼肉就拉到早市去卖掉，卖不掉就找秦小东扔黑市上卖，还有就是我们能做狼皮大衣了，一人一身都够了，而且兜也有，要不然我最后一枪也不会选择打那匹小白狼。我们相互的说笑着，6头狼也都收拾干净，今晚上收获吓死人，但也危险的可怕。狼群无声无息的围住了我这个来自未来的特种兵都没有察觉到，怪不得老人都说山里的狼都成精了。铁牛力气大，主动背了2头最大的，我和二狗都是一大一小。二狗那个野猪回头你背一片回去，在你们老王家分一分。回去的路上我提醒二狗，二狗倒没想过这一点，闻言想了想到一片都要上100斤了，一片的一半就行，我就给奎叔送去，让他自己分去吧。他可是大队有名的二流子，在老王家也不受待见，也就王奎平时照顾他，给王奎他爱分谁就分谁。我点点头，接着看向铁牛道，那另一半片你晚上给你妈送去，毕竟野猪肉不如狼肉好卖，多送点。铁牛闻言咧嘴笑笑，这么多的肉怎么吃得完啊？当我们回去的时候，王林看着我们吓得不轻，一个劲的在我身上摸索，生怕我受伤，这对于从小没人疼的二狗可羡慕坏了。3人又是一顿忙碌，扒野猪皮，扒灰狼皮，刮下脂肪，还没忙完，我就让铁牛背了半片猪赶往副装大队，去给他娘和一个妹妹俩弟弟。我跟二狗处理完后，将那些肉全部埋在院子里的雪地里，二狗就背着枪回家了。王林这时候已经给我准备好了洗澡水，月色撩人，我们晚上的动静有点大，兜也让我们吵醒了，哭了好一会。我搂着王林，跟他规划着未来要建一个很大的房子，4合院那种，也可以去县城买一套。我慢慢的说着，身体却又充实起来。当钟声响起，一天的忙碌又开始了。铁牛和二狗已经在门口等了，俩人冻得直跺脚。我让二狗去叫花灵，铁牛和
和我装车。王林也起来梳洗打扮。虽然我们这里距离县城不是很远，但王林为了我和家里闹翻后，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王林妈倒是每隔几个月就会悄悄地带着他哥跑来送钱和吃的补贴。如果不是王林的娘家接济，我们早就饿死了。但是到现在也有4个月了，我心里也嘀咕着。很快小鸭也嗷嗷地冲来了，嚷嚷着要吃肉丝面。我将2张狼皮铺在平板车上，那些肉啥的往后装盖得严严实实的。一行人赶往县城。这几日早市越来越热闹了，很早就有来排队买肉的。当小孩们看到的油条摊子时，兴奋的都挪不动脚。我让王林他们先去吃早饭，我跟铁牛去卖肉。这次有500多斤肉，有狼肉和野猪肉，不要挤啊！我大声喊着。半个小时后，秦晓东带着雷子来了，他们热情的上前帮忙。他靠着我的那些工业券赚翻了，已经帮我出了350张了。现在见我就亲的要命。秦晓东看着满车的狼肉，一看吓一跳，这是去打狼群了吗？他也盯上了车上的狼皮。秦晓东好奇地问：进山打狼能不能带他一个？这么多狼看着真让人眼红，这跟捡钱有啥区别？我瞥了他一眼，告诉他昨晚20多头野狼围着我，要不是一枪干掉了头狼，现在连骨头渣都不剩了。秦晓东吓得直缩脖子，这也太猛了吧！雷子也不禁哆嗦，怪不得一次性打了5头灰狼，原来是被狼群围住。抽个闲暇，秦晓东从怀里抽出几张票来，1张缝纫机票，几张50市斤的粗粮票，2张布票，我划了过来全收了。我打算今天就买个缝纫机给大嫂，大嫂缝纫手艺不是一般的好，以后给我们做衣服的顶级牛马非大嫂莫属。百货商场早上8点开门，我们直奔大件区域，要赶在最前面买一台缝纫机。很快我们在周围人羡慕的眼神中把缝纫机搬走了。铁牛守着平板车，我们继续购物，棉布、棉花、针线、木尺、剪刀，这些东西自然也要给大嫂备齐。又换铁牛给他大妹买东西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准备让二狗去大队换点子弹，主要是问问价。二狗却悄悄地跟我说了一个秘密，他知道老陈家藏子弹的大概地方，好像还有一些枪。我大为惊愕。二狗紧接着又说，有次他亲眼看到老陈家搬出2箱子弹和2把新枪，还是木质子弹箱军用的。我心中一惊，陈家在这个年代这种地方还能有吃有喝，怪不得家家户户过得还都不错，难道是靠卖枪支弹药？二狗接着说，上面有很多灰尘，像是从地窖里出来的，他也找过，但是没有任何头绪。我想了一路，感觉我们村有些神秘了，而且排外很强，这么多年了，依旧和我们老张家水火不容。当我们赶回去的时候，村里已经热闹起来了，老王家分肉了，二狗和我打到了野猪，昨晚送给王奎50多斤的猪肉，消息传开时已经分完了，老王家家家户户都分了一块肉，老陈家坐不住了，谁不想吃肉？大队养的猪到现在都没杀，馋的眼珠子都绿油油的。最先倒霉的是陈彪，还在被窝里睡觉，就有一群老陈家的男女老少挤进了屋。彪子，你分的野猪肉呢？人家老王家都分完了，你咋还在睡觉啊？这孩子，快起来带我们看看你们打的野猪！一群三叔四婶的纷纷催促。陈彪茫然，什么野猪啊？大彪子你还装傻？陈彪的爸妈也都跟着解释，彪子昨晚在家睡觉来，谁信啊？那么多肉你们家也吃不完，别想着吃独食，拿出来我们分一分。你现在是守山员，随时能去打。他的堂哥陈明阳找了一圈，没找到野猪，语气相当差。陈彪一脸懵逼，什么野猪？什么吃独食？他爹娘这才把我和二狗打了野猪的事告诉他，而且老王家当场就分了野猪肉，而我现在正在家门口摆出桌子来分肉，整个老张家都分。我用草绳一块块的绑着肉，每一份大概有5、6斤的样子。老张家人少分起来也简单，这让旁边铁牛他爹看得直眼红，他后妈孙俪喜笑颜开，先去排上队，心中已经盘算着中午怎么吃了。我瞥了他一眼，这是我们老张家分肉，没你什么事。孙俪还没反应过来，陈有德一听倒是先急了，分肉凭啥没我们老陈家？陈彪不是我们老陈家的吗？咋这些肉都是你说了算？二狗举起5-4步枪对着陈有德，吓得陈有德一哆嗦掉头就跑，没跑2步就摔了个狗吃屎。我赶紧让二狗收了枪。孙俪这时也跑到大队干部面前告我状，凭什么守山人打的野猪只给老张家和老王家分，我们老陈家为什么没有？而且还有狼肉。他们一看桌上起码有200几十斤的肉，一个个看得眼睛都红了，有的甚至靠前想抢，但却被二狗用枪顶了回去。我看这情景大喊，这是我打的，跟你们老陈家没有关系。你们老陈家的那个守山员陈彪昨晚上吓得连山都不守，躲在家里睡觉了，想吃肉就让他去山里打。我这一招也真狠，非要逼着陈彪进山。陈家的人很惊讶，陈彪真没进山。这时候老张家的人都陆续来领肉，我按照家里人口多少适当的加减着，老陈家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大队仓管陈银山也来了，霸道的大喊着，谁让你们分的肉，应该大队来分的，懂不懂规矩？三爷爷披着棉袄也来了，一伸手就将二狗手里的5-4步枪抢过来。陈银山瞬间哑巴了，飞快地躲进人群。他清楚地记得当初张老三打死好几个老陈家的一幕，那时他才17岁，一言不合就开枪，他还真不敢在张老三面前叫嚣。王林见状赶紧搬把椅子，三爷爷大马金刀地坐下来，花成你分你的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在老子面前撒野。我现在给老张家的人分肉，老陈家的人却眼巴巴地围在周围，现在由我三爷爷给我坐镇，想来闹事的老陈家人也都悻悻而归了。陈银山看着一块块被分走的肉，突然想到了老王家，他掉头就走。老王家如果知道老张家这样分肉，肯定也不会愿意。王奎他们早就得到张花城要分肉的消息，在一群人的簇拥下也都过来看看热闹。来的路上恰好遇到陈银山，陈银山当即阴阳起来，你们老王家也就一家分2-3两肉吧，看老张家一家分10来斤肉，你就让他这样分。他知道老王家也不是善茬，没想到王奎却冷笑，二狗给我们说了，那些都是人家花城打的，他就是光帮忙扛回来的，咋分还是人家花城说了算。一听这话，陈银山不说话了，毕竟现在老王家好歹能吃一顿，
他们却连一点荤腥都见不到。再等下去，老张家的肉怕都要分光了。陈银山骂骂咧咧的跑回去了，他不信老王家就是来看看热闹，最好两家打起来，我分肉分得很利索。要是老张家的来了就能分，家里人口少的就少分一点，家里人口多的就多分一些，一口气分到10几斤的也有，这让老陈家的人心里痒痒。最终还是有个馋的不行的，打算花钱买点吃。王奎也看出了是老张家在照顾他们，于是也掏钱再买一些。陈银山看着分肉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他看向陈有德，让举报我投机倒把。他不好去举报，但陈有德确实可以。你去公社举报，到时候没收的肉我们大队也能分点。杀年猪的时候给你分上等肉，再多分你一点猪下水。你把这事给我办好了，动嘴就能有好处。陈有德自然很愿意，转身就斗志昂扬地往公社跑去。而我正时刻不停地瞄着陈有德，我猜他肯定会去举报，而且他举报也不会说我们是守山员。等他跑得远一些，我把肉往竹筐里一扔不卖了。老陈家那几个想买肉的一时间都急了。我指了指跑远的陈有德道看，陈有德去公社举报我了。各位不好意思，以后有肉也卖不成了，只能我们老张家自己吃了。以后吃不到肉，你们就找陈有德吧。他们转头看去，就看到陈有德已经快跑没影了。老陈家的人一看气得不行，这家伙没脑子，他们是守山员，举报个嘚啊！我们想吃肉，又让这缺德冒烟的玩意给搅和。老陈家几个想买肉的一阵骂骂咧咧，一见时机成熟了，大喊你们老陈家想吃肉，简单啊，让陈彪去打，我们都能打，他为什么不能打？这时的陈彪家已经快被掀翻了，一群老陈家的人嚷嚷着要组建打猎队，连张花成和二狗都能打野猪和灰狼，他们老陈家有什么不行的？要人有人，要枪有枪，要子弹有子弹，陈彪却不愿意，这不是让他去送死吗？山里的野猪一个重几百斤，子弹都打不死的，至于灰狼更是成群结队，谁敢去打？这群人是馋肉馋疯了，那凭什么张花成和二狗能打到？你他妈就是一个没胆的玩意！一个年轻人对着陈彪骂了一句，陈彪一听暴跳如雷，挥拳就冲了上去。年轻人也不甘示弱，一时间陈彪家里鸡飞狗跳，锅碗横飞，老张家分肉分的差不多了，只留下了一个狼腿和一块野猪肋排，在满是期待的等着陈有德回来。一辆马车出现在众人视野，车上坐着公社的人，陈有德更是得意洋洋的走在前面。公社来了4个人，2个干部和2个背着枪的卫兵。一个干部上前行了一个礼，接到群众举报，说有人进山偷猎并投机倒把，高价卖肉。王奎也走过去敬了个礼，偷猎他没说，他举报的是我们守山员啊。来的干部是李主任，李主任一听皱眉看向陈有德，对不起啊，领导我这几天没出门，不知道这事。陈有德连连鞠躬。王奎嗤笑看了眼陈有德，眼中尽是鄙夷。我也赶忙上前敬礼，领导好，我是守山员张花成。昨晚我和守山员二狗巡逻时，发现有狼群追野猪到了山脚下，我们就开枪了，打了1头野猪和1头灰狼，就在这里分肉，没有卖肉。一听是分肉，站在李主任旁边的女干部柳眉一挑，瞪着陈有德道：“你不是举报说他偷猎、高价卖肉扰乱市场吗？卖了就在这里卖的，狼肉1块钱1斤啊，猪肉6毛钱1斤，这不是高价吗？”陈有德赶紧解释：“老张家的人不干了，啥时候卖的我们可都没花钱。”李主任一看事情一边倒，随即和女干部低声商量怎么处理，转头看向我：“守山员张花成经组织调查，你的行为不属于投机倒把，不做任何处罚，但所剩狼肉与猪肉公社想以收购价格收购，你看行吗？要过年了，谁不想多吃点肉呢？”我乐呵呵的答应着，把剩余的狼肉、野猪肉都捆好，给干部装到车上。陈有德一看急了，这公社的是跑来买肉，这叫什么事啊？临走时，李主任看向陈有德，眼神冰冷：“因你恶意举报扰乱集体团结，罚款10元，明日中午前去公社交钱，超过时间将严肃处理。”李主任严肃的一丝不苟。陈有德还想狡辩，但是公社的马车已经走远了。此时的陈公岭正在大队部发着脾气，他要被这些猪队友给气炸了。哪个王八糟的去举报的？你们是猪吗？陈公岭上前一把扯住陈银山衣领，恶狠狠地低吼着：“我们3年没有交公粮。”他陈有德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吗？以前他们硬气是因为混乱，后来国家平稳了，为了压制他们，公社把老王家送来了。老王家以前都是山里的猎户，但那时候他们靠手段很快将其收服，公社的瓦解计策也就没有用了。可很快张家堂又并入到他们这里，一群当兵的差点将整个村子变成战场，老陈家的好日子也被公社的这一步棋压得死死。现在时代变了，想和以前一样已经是不可能的事。陈银山还是不服气，实在不行我们卖些枪弹把窟窿补上。气得陈公岭直拍桌子，这边二狗也盯上了陈有德，动不动就举报，要不打断他的腿。我赶忙打消他这个念头，老陈家分不到肉又买不到肉，怨恨早晚是要转移到陈有德身上。我们撤了摊子，我不急不缓地回屋去取缝纫机，大嫂也停住回家的脚步，兴奋的2脸通红，偷偷地瞄向我家的礼物。小丫这时候跑过来拉着大嫂就往家跑，他们回家等着缝纫机了。陈秀英心里早就扑腾的像揣了只兔子，回家后第一件事先是猛拍几下大腿，像是做梦一样。随后二狗和我拉着平板车也来了，缝纫机不出意料的也搬进来，还有后面数不清的狼皮、狍子皮、野猪皮。陈秀英使劲地拍着胸口，一口说不出3个谢谢。老家的事情安排好后，我便跟二狗准备夜探陈家祠堂了，依旧是临近天黑去下了蟹笼子，然后前往老陈家的祠堂，那是村头的一座老宅子。此时的大雪纷飞成了我们最好的掩护，我带着二狗悄悄地摸了进去。祠堂的墙体还是加高的，但却难不住我和二狗。我们翻墙而过，祠堂里黑漆漆的，门上还有一把夸张的大锁，我用一个细铁丝便轻松捅开，只看得二狗目瞪口呆。进屋后，我们先点上蜡烛，这才看清内部的陈设。堂屋正面全是灵位，而且都落了很多灰尘，显然是很久没有动过。我思考着地道的位置，目光慢慢落在灵位后的一张福禄寿神仙挂画上，
二狗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，看我的目光落处，便上前取了下来。墙体上盖着一块老黑布，掀开黑布后面是一扇漆黑的木门。我两人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，我拉开门，一股冰冷的抚味土味扑面而来，同时露出一条向下的石头楼梯地道。二狗拔出刺刀要进，别动，我却一把拦住了他，轻轻地将一根很细的绳子解开。陷阱！二狗愣了下，那倒不至于，这绳子一动，屋里的那个铁钟就会响了。陈家老叔公就住在祠堂后面那一户，一有动静怕是就能听到。二狗抬头看着挂在房梁上的铁钟，他怎么就没注意到呢？楼梯虽然不算窄，但也只能过一个。烛光摇曳，当来到地下时，我的心脏猛跳。二狗也瞪大了眼睛，这下面哪里是一个地窖，这是一个小型的军用仓库，而这仓库全部是用岩石垒出来的，干净整洁，一口口大大小小的木箱，这些木箱全部都是军用的，军绿色箱体上面还有一些编号，居然有日语。二狗瞪大眼睛，忍不住吞咽着口水。军用的全部都是军用的，而且是鬼子军用的。我上前掀开一个箱子，里面却是一把漆黑的38大盖，再掀开一个，居然全是春田步枪。天呐，老陈家他们是发现了日本一个小型军事基地，将其搬空了，还是抢了日军的仓库？花成子弹小箱子里全部都是子弹，一粒粒黄澄澄的子弹让二狗有点眼花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村里不缺子弹，都掀开看看有没有其他的。我挨个找了起来，这里大概有几十口箱子，一些箱子明显被搬走了，空出一块。花成，你来看看这是什么？手枪吗？二狗低声惊呼。我快步走过去一看，顿时大喜道：这是毛瑟驳壳枪。二狗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很值钱，有这东西遇到狼群也不怕。毛瑟驳壳枪也叫盒子枪，箱子里大概还有10几支的盒子枪，找它弹夹和子弹，看得出这箱子应该是被取走了大半，只剩下10几支。很快10发子弹装的弹夹找到，子弹也找到2箱，我检查了一下，全部都能用，但需要回去保养一番。继续找，很快我确认了，这里面除了5箱38大盖、2箱春田步枪，还有就是半箱的毛瑟驳壳枪了，其他全都是子弹与2箱刺刀。虽然没有手榴弹，没有轻机枪重机枪，我却很振奋，搬了驳壳枪，箱子里面塞满了弹夹，又抱了1箱子弹，身上背了4支崭新的春田步枪，二狗也背了4支爆2箱子弹。花城老陈家把这些一卖掉，岂不是发财了？搬出去后，二狗都紧张了，这些年他们应该是一点点卖的。我说老陈家怎么过得这么舒服？先搬到外面，尽量多搬一些子弹。别说二狗，连我都有点紧张的心跳加速。好，二狗转身跑了下去，一箱箱的子弹和枪都搬到外面的雪地。看着雪地里这20来箱的枪弹，我赶紧制止二狗先带走一批，毕竟带走了的才是自己的。二狗不舍得看看下面，然后开始往外面搬。我让二狗回家拉平板车，然后我把祠堂恢复原状。一会二狗带着铁牛来了，我们3人连推带拉的把这批弹药弄进了山里。相比较来说，在山里是安全的，路上我们笑得合不拢嘴。发财了，我准备把这些枪弹出手换成钱。山路崎岖，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山洞，把这些东西藏了起来。我们回身准备回家时，却突然发现周围静得可怕，没有一丝小动物的痕迹。于是我取了6支驳壳枪，带足子弹，一起武装了起来。